有一天，恩胜在值班时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还没来得及询问对方位置，电话就突然中断了。旁边的男同事急忙催促他回拨过去，但就在恩胜准备按下回拨键时，他犹豫了，因为这样做可能会暴露求救者的位置。男同事见状，直接走过来按下了回拨键，就是这一举动彻底暴露了那个女人的位置，她被凶手抓住并残忍地杀害了。而恩胜在电话中听到了女人求饶的声音，以及凶手冷酷无情地对女人说的每一句话。遇害的女人的丈夫正是刑警队长郑和。当他接到妻子被害的电话时，他正和同事们一起庆祝刚破获的大案。当他赶到案发现场，看到妻子的惨状，这个身高1米8几的硬汉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多么希望躺在地上的人是自己。在妻子的葬礼上，同事带来了一个消息，凶手被抓到了，并在他的住处找到了一件带血的衣服。经过鉴定，衣服上的血迹与郑和妻子的血迹一致。很快，开庭的日子到了，恩胜作为证人出席了庭审。但当他在法庭上听到凶手的声音时，他断定这个人并不是真正的凶手，并申请播放他与遇害女人的通话录音。然而，当录音播放完毕，恩胜愣住了，因为录音中凶手的那段声音竟然消失了。他的证词导致法庭上的嫌犯仅受到轻微的惩罚。旁听席上的郑和因情绪激动而与其他人发生了争执，质疑恩胜是否因接受嫌犯的贿赂而提供伪证。两人几乎在法庭上大打出手。3年时间转瞬即逝，郑和因妻子的悲剧变得意志消沉，从刑警队长降职为一名普通巡警。某天，他从同事那里得知，当年的证人恩胜在海外深造3年后被调到了他们的警局，并晋升为报警中心的主任，成为了他的上司。愤怒的郑和找到恩胜，质问他是否用嫌犯的钱出国深造。就在这时，报警中心接到一通报警电话，报警人称自己遭到绑架，而绑匪的背包里携带了多种刀具。由于报警人使用的是匿名电话卡，警方只能确定一个大致的位置。恩胜立即对郑和下达命令，让他前往救援报警人。本想拒绝的郑和在听到报警人的求救声后，回想起自己妻子曾经的求助，决定前往执行救援任务。正是这次救援行动，让他亲眼见证了恩胜如何凭借敏锐的听觉破解案件。见面聊一聊就给100万，还真有人会相信这种好事。但当这个谢顶的中年大叔出现在眼前时，女孩本想立刻离开，但想到那轻而易举就能到手的100万，她还是决定跟随大叔。然而，随着路径越来越偏僻，女孩开始感到不安，想要放弃。她向大叔坦白了自己的想法，大叔也痛快地同意让她离开。就在女孩转过身准备离去时，大叔突然变脸，迅速冲向女孩身后，用手捂住了她的嘴巴。在女孩剧烈挣扎中，她被猛地摔到墙上，失去了意识。很快，报警中心就接到了女孩的求救电话，负责接听的是拥有超凡听觉的恩胜。他一边轻声安慰女孩，一边迅速指令同事锁定女孩的位置。但由于女孩使用的是一次性手机，定位只能粗略地确定在方圆2000米内。当恩胜从女孩口中得知地上有塑料袋时，他立刻意识到情况的紧迫性，担心绑匪可能会对女孩造成致命伤害。突然，楼下的门关上的声音打破了沉默，那是即将上楼袭击女孩的绑匪。幸运的是，女孩反应迅速，抄起地上的砖头扔向窗外，噪音成功引开了绑匪的注意力。她跟着声音跑向了室外。恩胜立即启动了紧急事件响应机制，并派遣巡警郑和率领队伍火速赶往现场。他们仅有短短的10分钟，那是救援行动的关键时刻。恩胜继续安抚女孩，帮助她集中回忆。女孩回忆起曾经过一个游乐区，并且记得是从游乐区的右侧被带走的。她还模糊地记得看到了5颜6色的东西。3分钟过去了，郑和终于抵达了目标区域。他们分成2个小组，开始在村子里搜寻女孩的踪迹。而女孩在看到大叔离开后，竟然独自走出了房门。恩胜得知这一情况后，紧急让她返回安全的地方，因为如果她在逃跑时遇到凶手，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此刻的女孩只想逃离这个恐怖之地，她不顾恩胜的劝阻，坚持向楼下走去。与此同时，下楼的大叔看到地上的砖头后，立刻意识到自己被愚弄了，急忙转身冲回屋内。女孩匆忙下楼时，恰好目睹大叔正要推门而入，她惊慌失措地躲进了2楼的一间房内，却不慎让手机挂饰从手中滑落，掉在了门口。她迅速藏身于门后，而大叔上楼搜寻了一圈，没有发现女孩的踪迹，愤怒地从包中抽出一把锤子。他先是一脚踹开2楼的房门，见屋内并无异常，便冲出门外继续搜寻。与此同时，郑和终于探听到了有关五彩斑斓画面的线索。根据附近超市大妈的指引，他得知巷子中有一个废弃的幼儿园，墙上涂满了各种彩色的图画。他边向恩胜报告这一情况边奔跑，但恩胜却突然询问幼儿园是否有发光的广告牌。在得到郑和的否定回答后，恩胜也怀疑自己是否多虑了。然而，
当郑赫抵达幼儿园，发现里面只住着几位农民工，而另一边的恩胜却捕捉到了电话中的异响，那像是铁锤敲击的声音。他猛然警觉，急忙让女孩立刻离开那里，但一切为时已晚。电话那头传来的女孩惨叫声，让报警中心的所有人员心都揪紧了。恩胜尽力使自己冷静下来，回溯着刚才听到的每一个细节。因为与女孩通话时，他注意到了刺啦的声音，才会询问郑赫是否看到了发光的广告牌。现在他静心回想，终于辨认出那是理发店门口招牌的声音。结合女孩提到的花花绿绿的话，他几乎可以确定女孩就被关在理发店。他火速将这一推断告诉郑赫。起初郑赫也以为他是在胡言乱语，但仔细一想，确实在不经意间路过了一家理发店。他立刻掉头全速赶往那里。然而此刻的女孩已身处险境，凶手高举锤子猛砸向女孩的头部，女孩及时偏头，勉强躲过了这致命一击。随后他抓起身边的东西奋力反击，但终究不敌绑匪。就在绑匪再次举起锤子之际，郑赫终于赶到了现场。在与绑匪激烈搏斗的过程中，他大声命令女孩迅速逃离现场。尽管绑匪手握致命武器，但郑赫身为前刑警队长，其身手敏捷远非这名普通绑匪所能及。他使出一记背摔，将绑匪摔进浴缸，随后他的拳头如同暴雨般落在绑匪身上，直到对方无力反抗。郑赫注意到地上的背包，里面装满了女孩的各种饰品，显然这并非绑匪首次作案。从报案到成功营救仅耗时14分钟。当郑赫返回警局时，记者们将他团团围住，然而他此刻无心回答任何问题，只想尽快找到恩胜，了解他如何能听到广告牌转动的声音。恩胜坦白了自己拥有超长听觉的能力，并邀请郑赫加入他新成立的部门。一天，报警中心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一名7岁男孩声称自己的母亲要杀他。恩胜听着男孩虚弱的语气，迅速让同事核查是否有类似的恶作剧通话记录。在确认没有后，他立即启动了紧急事件响应机制，并指示新成立的行动组火速出动。通过询问男孩，恩胜得知他的腹部已被刺伤，且他的母亲正在屋内搜寻他的藏身之处，而男孩正躲藏在洗衣机内。当问及他母亲的名字时，男孩却什么都不知道。7岁的他从未离开过家门，而且他的电话没有实名登记，只能大致确定一个位置，准确位置还需进一步定位。听说男孩受伤的位置在肚脐下面时，恩胜指导男孩用手掌紧紧按住伤口。根据男孩的描述，他家窗外都是相同的红砖房子，比树木稍高，但比其他房屋略低。此时男孩的母亲已奔到楼下，在小区内疯狂寻找男孩。2名邻居妇女见到他后抱怨他不接电话，这让他突然惊觉，急忙跑回家寻找自己的手机。在遍寻无果后，他拨打了一个电话，以汇报工作的口吻说男孩逃跑了，而且带走了手机。同时恩胜也从男孩的口中获得了一个消息，他家中原本还有2个小孩，但因病已经不在了。这让恩胜立刻察觉到事件的复杂性，继续询问男孩妈妈为何会持刀伤害他。男孩解释说，妈妈今天要给他洗澡，却将他的头按入水中，当他因无法呼吸而挣扎时，妈妈便用刀刺伤了他。他趁机推倒妈妈，逃进了洗衣机。此时行动组的郑赫和东直抵达了门卫室，向保安询问是否听说小区有异常儿童的情况。话音未落，2名妇女跑来指证5栋102号的住户有可疑行为，并展示了从该户门口捡来的垃圾，其中包含呕吐物和带血的纸巾。保安也回忆说，在巡夜时曾看到102号的女人在殴打自己的儿子。郑赫带领队员迅速赶往102号房，门口传来了女人的斥责声和儿童的哭声。然而当他们进入屋内，发现只是母亲在训斥不吃饭的孩子。此时恩胜从男孩口中得知，每次父亲回家，家中就会传出木琴声，随后妈妈就会哭泣。男孩的妈妈看到小区内的警车，意识到男孩可能已经报警，这让他感到极度焦虑。突然家里的电话响起，通话中男孩的手机不慎脱手，声音传到了女人耳中。他慢慢放下电话，捡起地上的刀子，循着声音来到洗衣房，缓缓走向男孩藏身的洗衣机。然而他突然停下了脚步，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转身离开了房间。然而恩胜还未来得及松一口气，女人又突然打开了房门，顺着他冰冷的目光望去，那正是还在滴血的洗衣机排水管。男孩吓得紧紧捂住嘴巴，但他的妈妈已经来到了面前。只见他粗鲁地将男孩从洗衣机里拽出，随手将他扔在沙发上。男孩惊恐的叫声也让电话另一头的恩胜心急如焚。就在女人准备对男孩痛下杀手时，恩胜通过电话及时叫住了女人。他谎称行动组的人马上就到他家，并奉劝女人及时收手。而此时郑赫看到一家住户挂的风铃，这让他想起来
他曾经错把风铃声当成过木琴声。他急忙跑到门卫室，想要那一家住户的资料，却发现门卫大爷并不在这里。随即他赶紧询问看热闹的大妈，但大妈却说不知道，并且因为脑膜炎现在还在住院。这让郑赫想起了男孩说过家里有个女孩只是生病住院了，这让他确定那就是报警男孩的家，随即带人紧往那里跑去。而此时恩胜还在对女人好言相劝，以此来拖延时间。但女人的状态明显不对，她大吼着那个老头对我更不好，这让恩胜抓到了重点，女人很有可能曾经也被虐待过。他以此为契机，继续对女人进行心理疏导，而这也让女人想起了小时候经历的一切，她曾经也被养父母打得遍体鳞伤。回过神来的女人也终于慢慢平复心情，这也让恩胜终于松了一口气。然而突然房门被打开，风铃声又响了起来，一道身影走进了屋子，而女人此时已经害怕得浑身颤抖。行动组成员终于赶到现场，却发现只有瘫坐在地上的女人。他们搜查了每个房间，但未发现男孩的踪迹。恩胜意识到他之前听到的脚步声可能是有人提前将孩子带走了。女人称是她的丈夫带走了孩子，但她却不愿多言。恩胜提出了心中的疑问，女人提到对她更不好的人是个老头，但上面的照片看上去很年轻，而且这个脚步声根本不像年轻人的步伐。郑赫大声吼道，他确信是女人的丈夫绑走了男孩，随即驱车前往女人丈夫的工作地点。东直接到消息，女人的养父曾是著名的牙医，但因投资失败开始虐待养女，并在虐待儿童后诈骗保险金。出狱后他便销声匿迹。郑赫仔细回想，女人家中挂的风铃与保安桌上的一模一样，保安的工具也像是牙医专用的。他独自前往小区寻找保安，但保安室空无一人。早上9点50，保安室空无一人，保安大爷走了进来。郑赫询问他是否见过女人的父母，大爷思考后表示见过，并好心地递给郑赫一瓶饮料。得知大爷刚从机房回来，郑赫提议想去那里看看，保安也欣然同意。然而到了地下室，郑赫突然痛苦地倒在地上，保安也露出了真面目。他承认在饮料中加入了速安眠，并得意地透露了真相，女人是他的养女，曾举报他虐待儿童诈骗保险金，使他坐了几10年的牢。出狱后他杀害了女人的丈夫，并且故技重施，让女人伤害领养的孩子，骗取保险金供自己的花销。说完他准备给郑赫注射苏他腿，但郑赫突然抓住保安的胳膊，并让他看自己刚录的音，原来这一切都是他精心策划的，目的是让保安在得意忘形时自己说出所犯下的罪行。从他接过保安递来的饮料那一刻，他就看到屋里扔的一个药瓶，于是谨慎地当着保安的面喝了一口，但在进入地下室前又吐了出去，这就是刚才的一幕。接着郑赫拿起地上的扳手，对着保安的腿就砸了下去，并询问他把男孩藏在了哪里，但保安却不告诉他们。恩胜通过对讲机让他赶紧停下，并说自己听到了男孩的声音，随即让郑赫将对讲机的声音调到最大，因为他要开挂了。他跟那个男孩约好了，男孩如果想找他，只需用手指轻敲周围的东西，他能听见微小的响声。郑赫按照恩胜的指示走到了一堵墙前，恩胜判断男孩被藏在墙后。郑赫拿起一把锤子，一点点敲碎墙壁，透过洞口看到地上有一具尸体，男孩就在旁边的铁笼里。这案子也就此结束了。恩胜按下紧急按钮的那刻，接线中心的人都笑了。这2起案件过后，郑赫终于相信恩胜的超长听力，换句话说，在他妻子被杀那夜，恩胜真的听到了凶手的声音。恩胜还告诉了郑赫一件事，案发时他父亲正在附近巡逻，不幸的是遇上了凶手，凶手杀了他父亲后还用对讲机跟他说话，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声音。现在他们有了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找到3年前的凶手。恩胜也发现了替罪羊的下落，并断定他与真凶有联系。恩胜刚得知这消息，替罪羊就被杀了。那女人第一次尝试不穿内衣外出，还开心地给姐姐打电话分享，接着在停车场捡到个皮包，不听姐姐劝，坚持要打开看清楚包里的东西后，吓得浑身发抖，环顾四周，准备赶紧离开，突然被黑影扑倒，尖叫使得电话那头姐姐愣住。姐姐反应过来，急忙报警，她自己也是警察。接电话的是接线中心的小弟，了解情况，立刻通知行动组。郑赫和东直听到被绑的人名字都惊呆了，那是他们常去的小店，小店老板的孙女恩心。昨晚她男友还去找她，现在她被绑架了，他们马上出发。被绑的恩心手机震动，她好不容易按下了接听键，电话那头是特殊听力的恩胜。她细心地分辨着电话那头的声音，确定了绑匪驾驶的是一辆中型轿车，立刻让人把这个线索通知给行动小组，并且发出了绑匪车辆可能的行驶路线。可是郑赫看到车流如织，根本分辨不出绑匪的车在哪里，他只好用最直接的方法，让东直开始故意挑衅其他车辆，把那些冲动的司机先排除掉。但报上嫌疑车牌号码后，发现车主们都是普通人，
这让郑赫开始怀疑恩胜的判断，怀疑是不是真的不是中型轿车。然后一辆旁边经过的皮卡车吸引了他的注意，因为那辆车的车厢不停地晃动，他们立刻打开警笛，强行停下那辆车。但不管郑赫怎么劝说，司机就是不肯下车。这时候小弟发来了车主资料，发现租车的人是恩星的前男友闵志胜。此时恩星在后备箱里拼命踢打，东直也确认了恩星就在那辆车里，但司机突然挂档踩油门飞速逃跑，郑赫措手不及，被甩出车外。两人爬起来继续追逐，却在路口被一辆大车撞飞，幸好两人都没受重伤。但这起事故加上绑匪逃逸，使得上级对行动组很不满意，将案件转交给了重案组处理。通过调查了解到恩星前男友有暴力史，分手后还经常骚扰恩星，而且租车记录也是他的。重案组断定闵志胜就是绑匪。同时郑赫接到了一份情报，他立刻找到恩星现任男友黄今日，询问他是否知道有高大体型的男子。黄今日显然一无所知，恩胜无意间听到了他们的对话，他问郑赫为何问这个问题。郑赫展示了刚拿到的监控资料，显示租车的人不是恩星前男友，而是一个体型魁梧的男人。他把这个发现告诉了重案组，但重案组并不相信郑赫的看法，仍然认定闵志胜是绑匪。很快他们定位到闵志胜的位置，但赶到现场时发现闵志胜已经死了。此时恩胜回到了接线中心，他重听了和恩星的通话录音，除了恩星的哭声之外，还有铁锹和锄头的声音。联想到黄今日鞋上的泥土，他仔细回想他电话中的言语，意识到他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你，立刻让小弟查黄今日的全部信息。同时他给黄今日打了电话，谎称有东西要送给恩星奶奶。他带着箱子找到还在的黄今日，坚持要亲自把东西放进后备箱，但打开后备箱里面空无一物。他借口说忘了拿东西，让黄今日再等他一会儿。恩胜正要离开，突然对讲机里传来了小弟的声音，他急切地叫恩胜远离黄今日，但转瞬间黄今日就用刀顶在了恩胜的脖子上，然后从嘴里神秘地掏出了某样东西，开口说话，嘴里发出了咯咯的声响。这声音恩胜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属于那个3年前杀害他老婆的凶手，当时用对讲机嘲讽他时也发出过这个声音。恩胜反应过来，猛地转身后退，然后迅速拿出枪对准了黄今日，并且用对讲机叫小弟立刻通知郑赫。但下一刻他就被人从背后击晕，然后被塞进了车的后备箱。小弟联系不上恩胜，急忙把这消息告诉了重案组。郑赫得知后想和重案组一起出动，但他们把他强行拉下了车，他只好自己开车跟着去。路上他从对讲机里听到了消息，原本还在高速上的绑匪车辆突然就不见了踪影。郑赫猜凶手肯定想尽快处理掉恩胜，所以他选择了小路，提前下了高速。郑赫赶忙联系了一位长途司机朋友，从他那里得知还有一条小路口，那是大车司机为了避开高速费用专门弄出的秘境。他立刻沿着那条路追了下去。此时黄今日在那边让人挖坑，准备把恩胜直接埋了。黄今日与同伙的对话被恩胜听得一清二楚，原来他们绑架恩星是为了拍视频，想上传到暗网赚钱，事后还打算杀掉恩星。黄今日让同伴把恩胜带来，还自大的叫同伴打开口袋，因为他想听听恩胜的遗言。恩胜则说出了自己的猜测，他认为黄今日不是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即使他嘴里也能发出咯咯声，但两人说话的声音完全不同。黄今日似乎被揭穿谎言，直接命令同伴把恩胜扔进坑里，土慢慢的埋过装有恩胜的袋子。郑赫终于找到了这个地方，他能抓住黄今日并救出恩胜吗？就在他准备开枪救人时，对讲机突然传来了队长的声音，这让黄今日注意到了郑赫，连忙喊同伴撤退。郑赫只得放弃追赶，因为恩胜还在土里，随时有窒息的可能。通过郑赫不懈的努力，最终让恩胜从死亡的边缘被救了回来。恩胜深深地吸了几口清新的空气，然后立刻告诉郑赫恩星正面临着危险，因为黄今日打算今晚10点录制侵害恩星的视频。而这次暴露郑赫行踪的原因，是因为黄今日车里的火腿无线电虽然也受到一组队长突然发来的消息的影响，但这也揭示了黄今日为何每次都能避开他们的追捕。知道真相的郑赫联系了一位朋友，他也是火腿无线电的爱好者，他可以利用自己的无线电拦截其他无线电信号，进而追踪到对方的具体位置。现在的黄今日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他决定提前20分钟开始录制。看着恩星苦苦哀求，黄今日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但他并不知道他的行为已经让他的同伙感到不满，因为他们知道警方正在追捕他们，而他们却还在这里耽误时间。同伙通过无线电得知了一个消息，他们在网站上的资金被冻结了，这成了他们决裂的导火索。同伴使用无线电进行通讯，正好让郑赫确定了他们的位置，那个地点就在不远处的一所废弃学校。当他们急忙向那边赶去的时候，黄今日已经开始和同伴争斗，尽管同伴高大威猛，但还是不敌心狠手辣的黄今日，最终同伴也死在了黄今日的手上。原本打算趁机逃跑的恩星又一次被黄今日抓住，就在他准备下狠手的时候，外面传来了车辆行驶的声音，那是赶来的郑赫和恩胜。面对着黑暗的废弃大楼，郑赫只能带着恩胜勇敢前进。
因为等待支援至少还需要20分钟。当他们找到关押恩星的房间时，黄金日已经不见了踪影，只留下了一具同伴的尸体。随后两人开始在楼道里搜寻。突然恩胜听到了一些响动，好像有人在努力地拖着什么东西爬楼梯。两人立刻冲向楼上，但到了2楼，声音突然消失了。他们注视着前方一片漆黑的走廊。郑赫小心地拿着枪，慢慢蹲下身体。突然一个灭火器从里面滚了出来，这让郑赫误以为是恩胜听错了声音。他连忙跑向3楼。这时恩胜又听到了微弱的呼吸声，他跟着声音慢慢走进黑暗中。声音似乎是从旁边的房间里传出来的，那是一间废旧的实验室。声音正是从实验室的储物柜里发出。他迅速打开了储物柜门，发现里面躺着昏迷的恩星。然而他还没来得及救人，身后的门慢慢的开了。恩胜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黄金日一脚踹倒了，对讲机也掉在了地上。这时3楼的郑赫呼叫恩胜，没得到回应，他意识到出事了。他急忙跑回楼下。黄金日正准备下手的时候，郑赫及时赶到了现场。但面对武装的郑赫，黄金日却意外的淡定。他暗示楼里布满了燃料，只需一按遥控器，大家都将陷入火海。听闻此言，郑赫让恩胜先撤离，而黄金日趁机拿起化学品扔了过去，然后趁乱逃跑了。郑赫反应过来后立刻追了上去。在楼顶，黄金日用遥控器进行威胁，要求郑赫放下枪械。但他没料到郑赫的武力。正当他自以为稳赢时，郑赫展示了他的真正实力。绑架案经过20小时后终于告破，绑匪黄金日被成功逮捕。郑赫因出色表现获赞誉，组长邀请他回到特案组，并承诺让他成为队长。但现在郑赫和恩胜越配合越默契，两人目标一致。郑赫决定拒绝组长的邀请。另一半的黄金日在被带上警车前说出了一番话，这话和恩胜父亲去世前的遗言一样，这让恩胜突然心神不宁。他冲上前去问黄金日怎么会知道这句话。经过黄金日解释，他才明白他是当年案件的见证者，他清楚地记得凶手的脸。正当恩胜想让他描述凶手时，队长匆忙赶来，让人强行把恩胜带走。在回程的路上，恩胜把这消息告诉了郑赫，两人随即驾车跟上重案组的车队。但押送黄金日的车辆突然出现故障，原本加满的油不知怎的现在变空了。正巧这时黄金日又抱怨肚子痛，车队只得在加油站停下。就在负责看守的警察准备带他去厕所时，突然接到电话，然后就走开了。黄金日确认警察离开后，马上锁上厕所门，用嘴里藏的钥匙打开了手铐。原来这钥匙是他在警车上找到的。车没油了，警察接电话，钥匙出现，这些巧合都显得太过蹊跷。黄金日解开手铐后，正准备逃之夭夭，却听到背后有声响，然后有人突然闯进厕所，把黄金日拖下窗户，并用钢丝勒紧他的脖子。恩胜刚好在厕所附近，听到了动静，他赶紧用对讲机联系郑和。此时厕所里的凶手却神色自若，他把准备好的燃料洒在黄金日身上，接着浇上汽油，然后扔下一枚打火机。当其他人终于把门撞开时，黄金日已经被烧得不成人形。火势被扑灭后，恩胜和郑赫同时朝窗户看去，郑赫马上站起身追了出去。随着黄金日的死亡，重案组却判定这是畏罪自杀，因为他身上的燃料和他在学校准备的燃料相同。恩胜对这个解释非常生气，他差点和队长打起来，幸好郑赫及时把他们分开了。恩胜以为郑赫也不相信他，他急切地解释，他刚才确实听到了其他人的声音，并且怀疑肯定有内鬼，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太巧了。郑赫听后突然想起，他之前无意中见到重案组的车辆在漏油，仔细一看，发现有被人为压过的痕迹，很明显是人为的。联想到队长给他递烟时手上的油污，他瞬间明白了一切，就像那些痴迷于捡垃圾的人，把捡来的垃圾当作宝贝一样珍惜，把满屋子堆的都是垃圾，垃圾的味道弥漫在整个走廊，这引起了其他租客的不满。一位女租客忍不住找到房东，忍着刺鼻的味道和老人理论，但老人对此毫不在意，头都不抬一下。然而当妇女拿走了2个瓶子之后，老人突然情绪失控，抓住妇女的头发就是一顿乱打。妇女慌忙逃进了旁边的屋子，然后屋外传来了嘈杂声，那是隔壁房间的租客，他拿刀挥舞，嚷嚷着要砍掉老太太。妇女吓坏了，急忙报了警。5分钟后，行动组赶到现场，出警的正是郑和和东直。由于房门被反锁了，唯一的入口是窗户，正好妇女躲在那个屋子里。郑和拆下防盗窗进入了屋内，而那个男人正在屋里翻找财物。当他进入另一间房间时，房东突然变得非常慌张，他不顾一切地想把男人拉出房间，但被男人一把推开。他又抓起地上的垃圾，
不顾一切地扔向男人，这激怒了男人，他一把把老人拖进屋内，然后举起刀来。幸好郑赫及时赶到，一脚把男人推倒，并将他制服。可面对警察，男人表现得像个受害者，他哭着告诉事情的经过。原来是在2个月前，老人还是所有租客眼中的好房东，房租是附近最低的，还给租客送自己腌制的泡菜。不知为何，他的性情突然大变，退还了我的租金，并把我赶了出去。那个男人因为没钱租更贵的房子，只好留在这里，不愿意离开。老人想出各种方法，想逼他离开。夜里不睡觉，屋里总是切割东西，这让男人睡眠不足，结果丢了工作。他忍不住发泄了一通抱怨，老人竟然敲门后泼了他一脸冷水，还威胁说下次会是开水。老人还经常不知不觉地出现在男人的背后，这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听了男人的遭遇后，郑赫安慰他，并让他先去做笔录，但同时也要求房东也得跟着一起去。老人听后显得不太高兴。郑赫过来劝解老人时，突然闻到他身上有股奇怪的味道，他叫来东直，让他确认一下是不是漂白粉的气味。经东直确认后，郑赫觉得事情有些蹊跷，一个捡垃圾的老人身上怎么会有浓烈的漂白粉味？他让恩胜去调查一下，调查结果确实有些不正常。恩胜告诉郑赫，6个月前老人立了遗嘱，原来他打算死后把房子捐给慈善机构，这表明他是个有爱心的人。可他现在却无缘无故赶走租客。他1年前做了甲状腺癌手术，但刚才听他讲话，声音却很健康，这和他的医疗记录完全不符。说话间，那个男租客突然挣脱了警察，跑进了旁边的屋子。紧接着，屋内传出他惊恐的叫喊。他告诉追进来的郑赫，柜子里有双眼睛。郑赫打开柜门，里面竟然是一具被包裹得很紧的尸体。当郑赫和东直看清楚那具尸体，竟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门外的老人，因为他们发现那尸体和老人长得一模一样。联想起之前搜集的资料，那位老人去年接受了甲状腺癌的手术，所以郑赫便检查了尸体的脖子，果不其然，发现了一道手术的伤疤。这就串联起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比对老人身上只有锁骨处的伤疤，于是郑赫断定他并非真正的房东，而那位老人却一言不发。这时东直发现了可能的凶器，原来是墙角的衣架。正在这时，郑赫看到屋外一道身影一晃而过，他立刻追了出去，并从围观的群众那里了解到刚才离开的人曾住在205号房的租客。紧接着他让恩胜查一下205号房租客的信息，同时自己也迅速追了上去。不久后，恩胜就传来了信息，205号的租客是名叫沈春玉的女性，她和40岁的弟弟沈英云一起生活，而且她的弟弟有暴力犯罪的前科。关键的是，沈春玉和那位房东老太年龄相仿，并且在本月5号，沈春玉的账户里突然多了2000万巨款的转账。接着他向郑赫发送了2人的照片，此时郑赫也找到了躲藏的人，正是沈英云，但他看起来精神状态极为不正常。郑赫询问他姐姐的下落，他却说姐姐什么都不允许他说。当他被带回警车边时，也让郑赫确认了老太太是沈春玉假扮的，因为沈英云一直在叫他姐姐。之后他们几个都被带回了警局，本以为案件可以顺利结案，但是沈春玉根本没有力气挥动那衣架，这让案情再次变得扑朔迷离。因为沈英云的右手不久前曾经骨折，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完全康复。郑赫还记得当时在抓捕沈英云时，他用啤酒瓶砸过自己的头，但是握着啤酒瓶的手却在不停地抖，看上去像是根本没有办法紧握成拳。于是恩胜去找沈春玉询问真相，沈春玉坚持说是他杀的人，他就是不愿意多说其他的。直到恩胜告诉了他一个消息，原来房东老太在遗嘱里写道，他去世后要把房子捐给福利机构，还会给他和弟弟留一部分。看到那遗嘱的打印稿，沈春玉最终说出了真相。原来是有一天他摆摊的时候，弟弟满手是血的找到他，然后他就拉着他赶紧跑。他跟着弟弟来到房东家，就看到有人在处理房东的尸体，他也被拽进了旁边的屋子。那屋子里面是个临时手术室，他被迫整容成了房东的模样。那些大汉威胁他要乖乖听话，不然就连他弟弟一起解决，还给他下了个任务，就是要把租客都赶走。昨晚那帮人还来找过他，他无意中听到车里有人求饶，还听到他们提到了小道这个名字，还有要对付一个警察的计划。恩胜听了都吓了一跳，因为郑赫说要去见个线人，那线人正是叫小道。他赶紧让沈春玉回忆细节，当听说那求饶的人有黄头发，还提到了疯狗这个词，恩胜就知道郑赫可能有危险，因为郑赫的外号就是疯狗。郑赫自从扒开老太的领口看过后，郑赫自己被绑到屠宰场，而那绑匪头目是尚泰，正好是老太背后的人。他还承认自己是杀害他妻子的真凶。郑赫警告尚泰只有3秒逃命时间，然后就会让他知道自己为何叫疯狗。哪知尚泰不以为然，讥讽一番后就带人走了，留下手下来对付郑赫。而这个决策很快就让他终身后悔。尚泰带着人走后，有个手下拿着电锯要动手，但老天都站在正义的一方，电锯坏了。而就在他去换新电锯的时候，
郑赫挑衅另一个看守，看守上前想要动手，郑赫几脚就让他吃足苦头。打倒最后一个人时，还没喘口气呢，就被枪口顶住了头。是尚泰和他的手下。尚泰还不知道形势多危急，还在那嘲笑郑赫。正当他让手下开枪时，郑赫反击了。郑赫危在旦夕时，同事们终于赶到现场，伤还没处理，郑赫叮嘱他们一定要抓尚泰，可尚泰还是逃了。好在警方已经记住了车牌，马上下发了全国通缉令。尚泰躲起来看新闻，想起郑赫给的3秒逃生机会，愤怒达到极点，发誓要报这一箭之仇。正在这时，电话响了，他脸色一变，电话那头的人是他的后台，对方的代码是60对8807，是这整个局里最大的反派，网友们又爱又恨的茅台酒。他是身价1000亿的财阀公子哥，只能开卖8盒，背地里他是个杀人魔。今天他开车找猎物，差点撞上一辆小车，虽然对方已经道歉，他还是把车挡在小车前，冷冷地盯着对方司机。而后他开车离开了现场，心里憋得慌。他找到一个民宅，拿出他的特制武器，无情地结束了一位老人的生命。老人临终前，他还用他的手机报了警。行动组带着沉甸甸的心，飞快地赶到案发地点，因为接到电话的主人正是那个提供重要线索的沈春玉。3分钟后，他们到了。他们小心地进了屋，发现室内的灯坏了。他们拿着手电筒一个个房间找，但是找不到沈春玉。这时东直突然想到白天那个没有关好的柜子，他们小心翼翼地走到柜子前，地上竟是一片血迹。东直打开柜门，里面的情景令经验丰富的郑赫都觉得不寒而栗。凶手把沈春玉的尸体钉在墙上，还留下一句圣经的话。恩胜急忙让小弟查这话是什么意思，还有尸体前为什么放个镜子。郑赫突然听到外面有声响，跟东直一起冲出去追，只剩恩胜一个人在案发现场。恩胜后悔极了，因为他曾保证过会保护沈春玉安全，结果却是这样。突然屋内的灯亮了，恩胜被吓了一跳，他走到电箱旁，这才发现了不对劲。凶手设置了开灯的时间，他们是9点10分接到报警电话的，而赶到现场用了3分钟，再加上搜索房间的时间，凶手对他们的行动时间算计得精准无误。他赶紧跑去找郑赫，把自己的推理说了出来。死者是在1小时前就死了，而那个报警电话是提前录制好的，因为不可能有人能在3分钟内把尸体挂墙上，还没被我们发现就逃之夭夭。物证组不久也赶到了现场，他们在死者手机上找到的指纹竟然是另一起案件主犯南尚泰的，这跟恩胜猜的一模一样。可是郑赫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带着恩胜回局里，拿出一份笔录。从尚泰小弟的口供来看，尚泰从不亲手杀人，更别说用这么残忍的方法了。正在这时，老妖拿着一些资料走了过来，他查到那句留言的意思了。凶手自视为审判者，那面镜子意味着第一个看到镜子里自己的人将成为他下一个猎物。不巧的是，郑赫和恩胜两人同时出现在了镜子里。这人一到男厕所就不适应，幸好及时扶住墙，没摔倒。竟然有个穿黑丝的女人进来了，他递给他一把刀，还让他听了一段录音。听完后，他就走到舞池外面，还劫持了一名女人做人质。警报中心的人一看现场视频，都惊呆了，因为那男人竟是他们自己人。这事儿简直让人头脑炸裂。谁会想到，看起来阳光帅气的小伙子竟然敢犯法，还拿人质？他的状态像是吸了毒一样，站都站不稳。当郑赫和东直赶到现场，老妖的情绪更是激动不已，他大声叫嚣让郑赫别过来，嘴里还不停重复高采镭射，这让郑赫觉得事情不对劲。他立刻叫恩胜查一下高采镭射是什么意思，因为老妖似乎在用密码跟他说话。智秀很快就想起来了，老妖常把一些东西的名字简化，高采镭射的缩写是 HTC， 那韩语里就是盐酸。恩胜立刻把这个发现告诉了郑赫，郑赫推测现场肯定有盐酸，老妖肯定是被别人逼的。郑赫让东直偷偷的找目标，自己则继续跟老妖演下去。东直很快就在吧台发现了躲藏的人，那家伙在偷偷拍摄，但他还没抓人，那人就站起来了。看到东直，他就按了遥控器，头顶的盐酸瓶子慢慢滑了出来。幸亏郑赫反应快，把老妖从瓶子底下拉开。那嫌疑人拖着2米长的腿飞快跑掉了。郑赫和东直追了他8条街，终于把他绊倒。但看清楚人之后，两个人都想骂句粗口，那居然是个男扮女装的家伙。警局里，老妖也说了经过，有个女粉在网上缠他1年了，他一看到其他女生给他留言，就会特别激动的回应。今天他就是去酒吧兼职，那粉丝似乎能追踪到他，不仅发消息夸他发型好，还在他跟女歌手说话后就给他下药，还用大家的性命威胁他，让他劫持人质。郑赫听完后去了审讯室，这时那男人还在不停的认错，还说自己也是被骗的。他是个单身了30年的大男人，有个女孩不知怎么加了他的联系方式，还发了自拍给他，他们很快就变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这次女孩答应他，只要他照做他说的，他就愿意成为他的女朋友。对于一直单身的他来说，这简直太诱人了。
于是发生了酒吧厕所的那一幕，瓶子里的其实是水，不是盐酸。因为没人受伤，就给了男的一个教育后放他走了。他在走廊听到老妖通话，突然笑了起来，然后就直接走进了房间，说是来道歉的。但他坐在老妖对面时，身体透露出诚意，还害羞地夸老妖帅。听到老妖指责那个女粉，他的脸色就变了。智秀进来时，他正在说话，老妖因为要谈案子，让他离开了。他冷冷地看了智秀一眼再走，还在外头偷听他们的谈话。智秀去资料室取资料时，遇到了那个男人，他拿出一瓶盐酸，质问智秀为何要拆散他和老妖。原来他就是那个纠缠老妖的粉丝。智秀感觉不妙，偷偷打开了对讲机，让恩胜听到了对话。恩胜急忙安排救援，警方很快赶到现场，在男人要泼酸的瞬间抢救了智秀。男人摔倒时，脸碰到了地上的盐酸，自己尝到了苦果，发出了凄惨的尖叫声。你有没有突然意识到身边的流浪汉少了很多？他们到底去了哪儿呢？故事发生在2020年的 H 国，接线中心收到了一个报警电话，有个囚犯在福利院挟持了工作人员，报警的竟是囚犯白真九自己。他激动地说快点派警察来救他，因为他说工作人员想杀他。恩胜马上打给了福利院的院长，院长那时正在听小女孩朗读故事。电话里院长说白真九1年前来的福利院，因为被诊断出精神分裂症，最近还会在发作时攻击人。今天本想送他去精神病院，结果他挟持了个工作人员。郑赫和东直到了现场，郑赫在尽力安抚白真九，但院长却命令工作人员做了些什么，他们竟然想直接闯过去，这搞得白真九更激动了。他一转身就想跑，幸好郑赫反应快，及时把他拽住了。被带走时，白真九挣扎得厉害，甚至吓得尿了裤子。看着白真九被拉上救护车，郑赫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没有人料到救护车上的白真九手机还在通话，这让电话那头的恩胜听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对话。工作人员说什么麻醉后从手术台逃跑了，还在谈论着奖金会不会多一些。他们竟然真的打算杀掉白真九。恩胜急忙告诉郑赫这事，让他们快去精神病院看看到底怎么了。路上，郑赫回想刚才发生的一切，心里的不安越来越重了。他们终于赶到了精神病院，院长却说白真九腹部受伤，正在接受治疗呢。院长开门那刻，郑赫一眼认出躺着的人就是白真九，因为那条手链是白真九的那条手链没错。然后他立刻告诉了恩胜，恩胜听了直觉不对劲，他记得电话里的情况是说白真九已经被带到手术台了，但这精神病院哪有手术室啊？郑赫一推诊疗室的门，里面的人根本不是白真九，而这个女院长正在和福利院的院长通电话。恩胜在回想刚刚发生的一切，他记得救护车上的音乐和他跟福利院长通话时听到的音乐一模一样。他让人调监控，发现救护车在路口掉头了，他马上返回福利院，然后他听到福利院长正在卖东西，而那个东西正是白真九的器官。他马上告诉郑赫，叫他赶紧回福利院。可等郑赫他们一到，发现福利院空无一人，路过一个锁着的门，郑赫听到里面有呻吟声，他们赶紧破门而入。会议室里，一群人在角落痛苦呻吟，地上还有柜子摆满了药。眼看着周围人痛苦的呻吟，郑赫明白了，这些人被当成了试药的小白鼠。院长通过这种方式赚取医药公司的钱，他们从受害者那里问出了手术室的方位。郑赫和同伴立刻往手术室冲，他们的脚步声惊动了院长。院长觉得情况不对，命令手下处理白真九，同时他卑鄙地溜了。郑赫和东直到了手术室，干掉了3个工作人员，才看到手术台上的白真九。他竟然在没打麻药的情况下，胸口被割了一刀。东直还在旁边的冰箱里发现，这里居然有很多人体器官，这让经验丰富的郑赫都吓了一跳。但还有个工作人员竟敢笑，他竟然认为那些流浪者有口饭吃，就该感谢他们。郑赫一听直接怒了，对那家伙连续开扇，直到把他打晕为止。然后他们进了院长的办公室，他们见到了一个小女孩，女孩知道他们是警察来抓院长，就颤抖着伸出手指指向了柜子。东直抱起了女孩，郑赫则推开柜子，发现了暗门。他进去时，院长正要偷袭，郑赫故作受伤，因为伤害警察的院长，这样就可以放心的打他了。这个男人极其独占，家里的女佣只因说了句话就被制作成标本，关在衣柜里10年。他私下还喜欢猎杀普通人，然后把他们的头发收集起来，慢慢欣赏这些战利品。他就是个拥有1000亿家产的继承人毛太久。那天他爸请了2个大佬喝酒，只因酒吧老板娘笑了一下，他趁他打电话时悄悄靠近，然后老板娘就不见了。走廊上到处都是血迹，之后他竟然能镇定地回到酒桌，继续和他爸的客人们聊天喝酒。很快有人发现走廊的情况不对，警方很快赶到并封锁现场，但因为毛太久他们身份特殊，安保主管赶紧带他们从后门撤离，还急忙清理了他们的包间，却被恩胜当场抓了个正着。知道那些人已经从后门走了，他们立刻追了出去。毛太久离开前深意地看了恩胜好一会儿，因为恩胜在调查3年前的2宗凶案，凶手正是毛太久。他还曾悄悄进过恩胜家，看到恩胜墙上罗列出的案件线索，这让毛太久兴奋地跳来跳去，就像发现新大陆似的，
重案组的人也掌握了包间里人的信息，给他们发了协助调查的短信。谁知第二天毛太久真的来了警局，还让局长看他收到的调查短信。局长一看说是误会，恭敬地还手机给毛太久。这时恩胜和郑赫冲了进来，恩胜一听毛太久的声音，就愤怒地攥紧了拳头，因为这个声音的主人正是他父亲和郑赫妻子的杀手。毛太久去做笔录的时候，恩胜把这情况告诉了郑赫，他们俩就站在审讯室外，看着毛太久那副无动于衷的样子记录着，气得他们俩差点气炸了。但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们没法立即抓毛太久，因为他爹在当地是个大人物。好在他们现在至少有了个调查的方向，他们深入查下去，发现毛太久一个人住的别墅正是他妈妈自杀的地方。恩胜觉得那里可能藏着线索。当天晚上，他和郑赫就悄悄溜进了别墅，意外发现毛太久车子旁有一滩新鲜血迹通往屋里，他们两人跟着血迹悄悄进了屋。毛太久通过监控看到了这一切，他刚在地下室处理掉郑赫的同事，他看到他们来了也不慌，反而笑了起来，随手锁死了房子的所有门，故意弄出声响，引得他们直奔地下室。郑赫看到了东直，立刻跑去救他，留在门口的恩胜却被毛太久突然攻击，一枪把他打倒在地。郑赫反应过来跟毛太久对峙，他们又拔枪对峙时，警队终于支援到了。这次毛太久作为现行犯被抓了。地下室的 DNA 检测显示，那里至少有30人遇害。这事一出，全国人民都愤怒了，相信毛太久肯定逃不过法律的制裁。